一次关于狂欢节的闲聊，让我们确定了2024年的度假地南美洲24天，行程28000公里。我们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领略了奔放的桑巴风情，沐浴了巴西和阿根廷之间的伊瓜苏瀑布。我们沉浸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汤果的激情优雅和莫雷诺冰川的壮美，流连于智利百类国家公园雄奇的山塔和奶蓝色的佩赫湖，秘鲁马丘比丘和马拉斯盐田等印加文明遗址，以及彩虹山和提提卡卡湖，让我们觉得不虚此行。今天一早，我们将搭乘飞机从阿根廷的伊瓜苏直飞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全程674英里，也就是1078公里，全程2小时。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阿根廷伊瓜苏飞机场，飞机场不大，人也不多，非常的干净。飞机场里还有一个小巧的贵宾室，食物一应俱全，正好我们可以在这里吃个早餐。走上飞机啊 ，Jet Smart。小飞机场没有对接口，得自己爬楼梯上啊。飞机正飞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上空。哇，这广袤的平原延展至天际，仿佛无尽的大地在迎接天空的拥抱。整齐排列的房屋鳞次栉比，展现出这座城市的秩序与繁荣。看，那绿化带点缀其中，更为这城市增添了生机与活力。这城市很漂亮，我非常期待在这里的游玩。布宜诺斯艾利斯，西班牙语是好空气的意思，常住人口300万，面积203平方公里。它既是阿根廷的第一大城市，也是拉丁美洲的第2大都会区。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了，是一个好空气的地方。这一边挺凉爽的，靠海边，然后不闷，还是挺好的，舒服多了，不出汗了。很快就走到了飞机场的外围。据说阿根廷换汇非常的容易，我们又住在市中心，所以没打算在飞机场换汇。现在我们刚从机场出来，这边就是一个望进海的地方，很大。这里的天气很舒服凉爽，像巴西那边很热很潮湿，这边也是夏天，所以阿根廷靠南美洲的南端，所以舒服很多，感觉不错。说他们国家经济怎么贬值怎么，这看起来还是挺好。比巴西要好一些，这样够吗？它贬得厉害了，巴西的那个钱还贵些啊。现在社会福利太好了，是啊，社会福利太好了，被政府搞穷了，对吧？这就是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要住2晚的酒店，它也是一个连锁酒店，2晚310块6毛8美元。现在就让我们来开箱这个酒店，看看它的房子怎么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酒店，4星级的酒店，在市中心，非常漂亮。从这里进来，一个厕所之后，这个房子非常的长。这边是挂衣柜，保安所，这下面还有一个小的冰箱，当然冰箱里面的吃品。3个人的房间，床还不错。这里还有一个可以躺的躺椅，外面应该就是它的城市房屋了。
现在我们从酒店出来，准备首先去换一点现金。这一边就有卖水果的，显得很漂亮，我们回来的时候再买。这里有个换汇的叫 Western Union 5，进来看一看它的价钱怎么样。价钱好像没有前面的西联银行好，我们还是到西联银行去换。从西联银行出来了，刚才在那里兑了100美元，兑了1美元等于1070比索，也就是100美元兑了107000比索。嘿嘿，大票子揣上身上了，好有钱了。我们现在就准备到走路能到达的地方去逛逛。布宜诺斯艾利斯始建于16世纪，1880年9月20日，阿根廷正式定都于此，直属联邦政府管辖。布市最初是个港口，19世纪80年代，随着阿根廷农业产品出口剧增，布市更是以重要的粮食集散地而闻名全球。二战之后，布市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大城市，大布集中了全国35%的人口，其工业产值占全国的2/3。布市素有南美巴黎之称，城市风格和居民生活方式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布市县有2200多条街道，26个公园，362个大小广场，46座大型纪念碑。我们今天首先要去看的就是方尖碑，它是为了庆祝布市建立400周年，在1936年由建筑师阿尔贝托·布莱比斯设计的。它高71.5米，是很多聚会的聚居地，也曾在它的旁边点燃过奥运会的圣火。它是布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这里肯定就是步行街了。没有车，这是车不能到这里的。我们现在去方尖碑，到前面那就是方尖碑了，现在中间看到了。对，就在我们的前面正前方。我们现在横跨的这个大道就是7月9日大道，它是世界上最宽阔的街道，双向有18车道，110米宽。接下来我们将去五月广场。五月广场于1580年修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最早的中心地区。从1810年起，它就成为了国家举办所有重大政治活动的场所。广场周围有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玫瑰宫也就是总统府和市政府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筑风格，原市政厅属殖民时期建筑风格，大教堂属新古典派风格。哇，前面看见了一个熟悉的标志，爱城不城工商银行，还挺大的嘞，看着很亲切的建筑啊。这里是我们的爱城不城啊。过来没几步就看见五月广场了。好，这里就相当于政府中心了。这边有司法部，我们看一下啊。司法部在这一边，我们等一下过去。哇，看这些搭公交车的人，他们排着队，好守规矩的。在我们前面这座粉红色的房子就是总统府玫瑰宫了。1873年，萨米恩托总统将总统府刷成粉红色，因为它象征着各种政治派别的团结。红色是当时联邦派的颜色，白色是其反对派的颜色，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就成了粉红色。他这里是搞采访了，他这里肯定是要搞什么新闻。哎，那里有人在采访老姐。没有。总统出行，总统府的总统出行了吗？警察重点保护啊，这里感觉还是安全的。总统出来了，哈哈哈哈！总统出来了，总统出来了。
我中头。刚才车队出去了，这里应该就是电视台在采访了吧？采访车这是电视台的，我说狗仔队什么采访车，开玩笑。1951年，贝伦夫人在玫瑰宫阳台上充满激情的演讲，不知道是不是这一个阳台。这就是阿根廷的5月广场了，它是阿根廷的政治中心，也是游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旅游景点。围绕广场有该市一些重要的地标：卡比尔多殖民地时期的市议会、玫瑰宫、阿根廷总统府、布宜诺斯艾利斯主教堂、5月金字塔、贝尔格拉诺将军骑马雕像、目前的市政厅以及国家银行的总部，还有布市的金融区也位于广场的周围。这是阿根廷的国家银行。国家银行，要用美元把它取消了，这个银行呀，不要中央银行。这个教堂了，刚开始走过去的时候还没有看见它开门，不知道它是这个教堂。现在我们能够进去了，好大一个教堂啊！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天主教会的主教座堂，于16世纪初新建，当时建的时候呢非常简陋，后来经过多次的重建，让我们进去看一看吧。这是玫瑰宫的后面。这边有个工商银行，我们转过来就在女人桥这边有一个中国银行，好位置啊，就在玫瑰宫的后面，正对着进女人桥的地方。现在我们来到了女人桥，这是另外一个
著名的景点希尔顿。水边，然后这一边全部都是码头饭店。好，这是女人桥了啊！女人桥是一座悬臂式斜拉桥，也是一座摆动式的桥梁，不过它却不同于其他桥梁的对称排列。它的名字来自于它独特的造型。它由2条简洁的线条组成，一条横跨河的两岸，一条从桥的中央斜射出去。这2条线组合起来，加上桥墩，形状很像是女人脚上的高跟鞋。它呈现的是一对正在跳探戈的情侣。奔放的阿根廷队。因为晚上要到5月7号大道边上的探戈表演厅去看探戈表演，所以我们就在它边上的一个火锅店吃了一餐火锅。他这里自己做的这个辣椒萝卜非常的好吃，火锅也不错，满足了我们的中国胃。这里是晚上表演探戈的地方，再进去看探戈表演。这个探戈表演在网上吹得很好，你如果是吃饭看表演，一起呢要100多美元，光来看表演呢是30多美元一个人。我们只是为了看表演，所以也就没有买吃饭的票，谁知道却非常的踩雷。光买看表演的票呢，是只能坐在2楼的看台上，而这个1楼的表演台和2楼的看台的距离非常的近，中间没有一个错开的层次，在楼上看着非常的不舒服，而且还看不全，表演也就一般。我看着还有很多中国的旅游团来看这个表演，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踩雷的项目，不值得一看。不过大家自己看看，觉得它值不值呢？
I don't think s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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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 don't think s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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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t's never,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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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 gonna happen. I don't think s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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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 don't think s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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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t's never,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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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 gonna happen. I don't think s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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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Maybe someday you'll have it your way. Maybe someday it'll all work out. Until then, nope, and nope.